据说这是美国影史上最瘆人的恐怖片，能坚持看到最后的人，3天内必定暴瘦10斤。友情提示：该片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科考队在南极探查时，发现冰层下冻着一个体型庞大的未知生物。为了搞清对方的来历，他们将整块冰运回了基地。这一重大发现让所有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。随后，他们利用钻头在冰层上方打开一个缺口，拿到了怪物的组织样本。经过 DNA 检测，博士发现这头生物并不属于地球。大家听后异常亢奋，这注定是震惊全球的重大发现。开庆功宴的时候，笼子里的狗不停狂吠，老黑听到狗叫，便来到存放怪物的房间看了看。他发现冰块正在迅速融化，已经出现了些许裂纹。老黑转身刚要离开，突然声音将所有人吸引了过来。看到空空如也的冰块，众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随后大家分成小队，在基地各处寻找怪物的踪迹。很快，一组队员在房屋底部找到了那只怪物。其他人闻声赶来，刚好看到怪物正在吞噬那名队友，众人立刻开枪射击。然而怪物皮糙肉厚，子弹根本伤及不了分毫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采用火攻，将怪物连同房屋一起烧掉。烧焦的怪物被带回了实验室。松姐经过检测，发现怪物虽然已死，但细胞却充满活性，并且还在不断吞噬复制人类的细胞。也就是说，怪物可以寄宿在任何人身上。松姐想将这一发现告知大家，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。几名伤员已经乘坐飞机准备回首都治疗了。就在这时，机舱内一名伤员突发异变，成了无比恶心的怪物。没多久，飞机便失去控制，坠毁在了几公里外的山头。由于南极天气太过恶劣，他们也不敢贸然前去查看。这时，松姐将怪物可以寄生的事告知了大家。众人听后一片哗然。随后，松姐拿出几颗假牙，说怪物虽然能复制细胞，但无机物却不行，所以才将假牙排了出来。假牙是她之前在浴室捡到的，地上原本还有一滩血迹，但她刚才回去检查时，却发现血迹被人清理掉了。这就说明怪物很可能就在他们之间。即便松姐说的头头是道，但大家该不信的还是不信。会议结束后，一个女科学家告诉松姐说，她在坠机前看到大胡子从浴室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毛巾。随后她带着松姐来到仓库，说有证据可以证明。可就在松姐打开抽屉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如此恐怖的一幕，吓得松姐迅速逃离。眼镜男只是路过，就被窜出来的怪物扎了个透心凉。众人听到声响，纷纷赶来。大胡子拿起喷火器，对着怪物一顿输出。在强烈的高温下，怪物很快被烧成灰烬。经历了这件事，大家不再怀疑松姐的话。怪物不仅可以寄生在人类身上，还拥有超高的智商。考虑到怪物还潜伏在人群中，博士提议给大家做个血清检测。就在这时，远处走来了2个人影，竟然是坠机的幸存者。由于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，他们只好暂时将2人关起来，验完血清后再做定夺。可碰巧的是，实验室当晚就被大火烧毁，导致检测无法进行。很显然，他们当中有内鬼。大家开始相互猜忌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这时，松姐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利用怪物无法复制无机物来判断谁是正常人。经过一番检查，有4人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事后，松姐又让人去检查幸存者，等过去的时候，人早就已经不见了。大胡子立马赶回去，将这件事告诉了松姐。众人闻言再次陷入争吵，说那2个人肯定就是怪物。就在这时，玻璃的碎裂声突然响起，众人跑出去一看，发现竟是逃走的2名幸存者。双方手持喷火器，僵持不下，谁也不敢相信谁。Somebody tell him! Hit it, your bullet! Get them! Get them! 大胡子刚要上前，就被一枪爆头，子弹打穿了他背后的燃料罐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庆幸的是，其他人并无大碍，只有黄毛受了点轻伤。可就在搀扶他的时候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男人躺在地上不停抽搐，下一秒，一只触手伸出，朝周围的人发出猛烈的进攻。其中1人躲闪不及，被怪物嘎掉了腰子。老黑举起手枪，对着怪物疯狂射击。怪物一个甩尾，直接将他扎了个透心凉。最后还是松姐冲出来，用喷火器赶走了怪物。处理掉尸体后，整支科研队就只剩下了阿伟和松姐，2人全副武装，准备与怪物正面对抗。就在这时，怪物突然杀了出来。阿伟慌忙逃窜，随意躲进了一处房间，但没多久，怪物也跟了进来。阿伟
被逼到墙角不敢动弹。危急时刻，松姐再次出现，没什么是喷火器解决不了的，如果解决不了，就把喷火器开得大一点。很快，怪物就被松姐烧死了，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这时，博士开着一台雪地车偷偷离开了基地。一旦让怪物进入城市，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为了全人类的安全，两人跟随怪物来到一处洞穴，里面的景象让人震惊不已。整个山洞原来都是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，他们刚准备上前一探究竟，就发现飞船被启动了。两人见状扭头就跑，但松姐还是慢半拍，不小心掉了下去。再次醒来，已经来到了飞船内部。松姐在探查的过程中，突然感觉后背发凉，回头一看，怪物赫然出现，一下将她扫飞出去。关键时刻，松姐将带来的手雷丢进了怪物嘴里，手雷不仅消灭了怪物，还炸停了运转的飞船。危机解除后，两人准备一起离开，可在上车的时候，松姐发现阿伟的耳环竟然不见了。阿伟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被喷火器烧成了灰烬。3个月后，调查员来到科研基地查看，这时一条狗突然窜了出来，男人想将其击毙，结果却打偏了。导演估计想告诉我们，全球注定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